喂，算命的，你给我算算，我和他这婚能结吗？姑娘，我看你夫妻宫晦暗，恐怕这段姻缘并非表面那么美满。喂，你怎么说话呢？大喜的日子说点好听的行不行？好听的是假话，你想听吗？那你说说，怎么个不美满法？你的鼻尖位置色泽暗沉，此为财帛宫蒙尘，意味着你所托付之人财运已成败相。外强中干，债台高筑，你这人怎么回事？我们好心照顾你生意，你就在这里胡说八道咒我们。这位先生，我看你印堂黑气弥漫，此乃官非临门之兆，轻则口舌官司，重则牢狱之灾。说你最近有一笔至关重要的生意，但最终的结果恐怕是竹篮的打水。至于你骗了谁，你自己心里清楚。这种面相一旦被激发，牢饭是吃定的。他说的是真的？别听他胡说！给我，你给我！不是这样的，你听我解释。丁，有效算卦次数完成1/3，最多3个月。检测到生命倒计时，触发系统回溯任务，算命系统已绑定。地点：婚姻登记处门口。时间：每日下午2点至3点。目标：接待3位顾客并成功算准。大师，这是1万，您给看看，我这姻缘怎么样？先生，你的面相有些奇怪。啊？怎么个奇怪法？你的子女宫饱满光洁，气色红润，说明你子女缘深厚，儿女也孝顺。大师您可真神了，我那儿子上个月刚给我换了辆新车，是挺孝顺。有，大师您看，这是我儿子，帅吧？像一块好田，种的却是别人家的庄稼。大师，您这是什么意思啊？有没有想过，你和你爱人都是方脸盘、宽下颌，你儿子怎么生了张瓜子脸、眉清目秀呢？年轻时邻里街坊开玩笑说他老婆漂亮，儿子一点不像他，专挑好的长。你儿子的眉骨高低，下颚宽窄，跟你和你爱人没有一处像。这种根源不合的面相，不寻常。不行，确实不行。丁，有效算卦次数完成2/3。大师，大师，轮到我们了，您给看看，我和老张，我们这婚结的到底好不好？图个吉利。你颧骨高耸，鼻梁起结，嘴唇削薄，是寡情刻薄相，是为300眼。300眼，心不善。你求的不是姻缘，是这位大爷的家产吧？你血口喷人，我们是真心相爱的。大爷，你的田宅宫宽阔饱满，家境不错，至少有套房子。但现在你的田宅宫上笼罩着一层青黑之气，这是鸠占鹊巢的凶兆，有人在图谋你的房子。他哄你假结婚，帮你套贷给你儿子买婚房，只要房产证换了他的名字，你第2天就被抛弃。我没有。你左眉里有颗痣，但你的痣的色泽发乌，形态不佳，是奸角之柱。这种志向的人专骗别人的信任，用这招骗老人，你不是第一次干了。谢谢大师。丁，3卦任务完成，正在结算奖励，剩余寿命增加30天。恭喜宿主获得现金奖励100万。活下来了，任务完成，该下班了。我出10万，我出50万。大师，我叫王振华，500万，求您再算一卦，只问前程。抱歉，今天的名额满了。大师，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嘛。500万不够，我再加。500万不够，我再加。马上3点，到点下班。大集团的董事长举着那张黑卡，独自愣在民政局门口。他活了半辈子，第一次见到有钱都请不动的人。江峰睡得昏天黑地，外面的世界因为他已经变了天。3个挂历被实锤，直接坐实了民政局神算子的本事。媒体、网红、富豪都在疯狂打探他的下落，有人甚至开出7位数的高价，只求能和他说上一句话。新任务发布，时间每日23点到01时针，方式塔罗牌占卜，领域凶案，目标接待3位顾客并成功算准。干什么呢？看不见这是哪儿吗？这不是夜市，收拾东西马上走。摆摊儿，我不碍事，就做2个小时，1分钟都不行，赶紧走，别让我叫人。我不走。小张，怎么回事？我有线索。什么线索？还没算，不知道。拿警察开涮，赶紧走。警察同志，有消息了吗？我女儿找到了吗？
李太太，你先起来。警察同志，有消息了吗？我女儿找到了吗？李太太，你先起来，我们正在排查监控，2队的人都在外面跑，一有消息马上通知你们。48小时了，你们说黄金时间是48小时，现在时间都要过了，一点线索都没有吗？想找人抽张牌。闭嘴！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你能算出我女儿在哪儿？老李，那就是个骗子！别管我，你们找不到还不让我试吗？多少钱？你要多少钱我都给。不收钱，左手切牌抽一张。宝剑3逆位，痛苦正在消退，环境特征解析中，潮湿、金属撞击声、挥护性化学气味，人还活着。在这个城市的北边，靠近水的地方，周围很空旷，听得见钟声。而且带走他的人你们认识，身上有很重的油漆味，不是刚沾上，是常年浸在里面的味道。想一想，谁符合？那个装修工头之前因为工钱吵过架，他还说过狠话。前天他来家里拿工具，身上就是那股味道。查那个装修工刘建民，现在马上定位他的位置。丁，有效算卦次数完成1/3。人抓到了，就在你说的地方。那是你的功劳，我只是个算命的。少扯淡！你知道那是绑架案，知情不报，或者通过什么非法手段获取信息也是犯罪。我没有知情不报吗？他们一来我就说了。赵队，河道被害案的 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数据库里没有匹配的。又没匹配上，那个失踪人口里筛选的几个男性都不对。不对，骨骼粗大，骨密度高，骨盆虽然残缺，但那个角度还是倾向于男性。但是所有失踪男性都排除了。不是男人。赵队，河道被害案的 DNA 比对结果出来了，数据库里没有匹配的。又没匹配上，那个失踪人口里筛选的几个男性都不对。不对，骨骼粗大，骨密度高，骨盆虽然残缺，但那个角度还是倾向于男性。但是所有失踪男性都排除了。不是男人，那是具女性。你们方向错了，当然查不到。这位先生，这是科学鉴定，死者第3腰椎横径和骨盆残片的夹角都符合男性特征。抽张牌，我告诉你为什么。女皇正位变体，丰饶的假象，升级裂隙，长期摄入外源性雄性激素，骨骼2次发育。她是个运动员，练投掷类项目的。女皇代表母亲，她被害前刚流产，或者是刚刚分娩。不可能，子宫已经缺失了，你怎么看出来的？耻骨联合面，去查耻骨联合面背侧，如果有陈旧性凹陷，那是分娩伤；如果有新鲜的撕裂痕迹，那是流产。赵队，我得回去复检。要是错了，你今晚别想走。丁，有效算卦次数完成2/3。赵队，又怎么了？最后一卦送你了，算算你心里那个结。最后一卦送你了，算算你心里那个结。我没有心结。每个人都有秘密，尤其是警察。赵队，是对的，耻骨联合面有损伤痕迹，切片检测出四体素残留。真的是女的？是女的，体校失踪记录查到了，铅球运动员失踪3个月了，方向对了。2个案子，一个绑架，一个被害，全被这个坐在门口摆摊的小子说中了。赵毅现在看他的眼神彻底变了。还有5分钟，来吗？住人！别去左边，油箱在左边，要炸了！赵毅看我的眼神，不再是看骗子，也不再是看嫌疑人，而是在看某种无法理解的存在。让我来抽一张牌试试吧。正义逆位，公正的扭曲，内层的败坏，关键信息，那把枪少了一发子弹。赵队，3年前那个缉毒案，你的线人被害，你一直以为是被毒贩发现的，但牌上说不是。你想说什么？那个泄密的人，那个开枪的人，就在这栋楼里，而且就在你身边。他的枪里到现在还少着那一发子弹。丁，检测到宿主协助破获重大连环案件并挽救警员生命，任务评级完美，奖励结算。
小曼，背给他听，滕王阁序。豫章故郡，洪都新府，兴分义镇，地接横林，金三江而带五湖，控蛮荆而引瓯越。停！他不知道自己在背什么，他只是把这些声音刻在了脑子里，像录音机一样。那又怎么样？能记住就是本事。是本事，但代价呢？你们看他的食指，这是焦虑，还有他的枕骨、后脑平枕、眉骨压眼。这种骨祥的孩子敏感多疑，极度渴望认可。小朋友，你刚才看你爸爸的时候，我没在你眼睛里看到爱，我只看到了恐惧。你怕背错一字不能睡觉，你怕算错一道题就会被关进那个没有窗户的书房。你闭嘴！你这是在诱导孩子，我要报警抓你！小曼，我们走，别听这个疯子胡说八道。渔舟唱完，想从彭吕之滨验证荆汉河阳之谱，我不背了，我不背了，爸爸别打我没打。带他去看看心理医生吧，现在还来得及。再晚2年，等那根弦彻底崩断，这就不是天才，是高智商反社会人格的苗子。不背了，不背了，爸爸错了。有效算卦次数完成2/3。小伙子，还剩一卦。剩一卦，您想算什么？算我孙子能不能接班，看看这块料能不能守住沈家的江山。得摸骨。干什么？让他摸。丙骨，平阔无棱，缺威权之势，命格判定，散财童子 S 级，顶级探险家 A 级，家族败家子 SS 级。老夫人，这孩子接不了帮。老夫人，这孩子接不了帮。理由？您可以看看令孙的手，指长掌薄，并拢时指缝能塞进一张硬纸片，这是天生的漏财手，水过不留痕，经过不留声。还有他的一马星，此处骨骼高高隆起，色泽发亮，这说明他骨子里压不住，在这个城市待不住，在办公室里更待不住。你要是强行把100亿家产交到他手里，逼他坐在董事长办公室里签文件，不出10年，他能把沈氏集团卖了，去换一张环游世界的船票，或者是为了去南极看一眼企鹅，就被子公司抵押了。你的意思是我沈家唯一的孙子是个败家子？败家是相对的，在商界他是败家子，但在别的领域他是天才。什么领域？花钱的领域，他天生对新奇事物敏感，对未知充满好奇。如果您家里的钱几辈子都花不完，让他去花，反而是积德，他会成为顶级的探险家。小宝，你想当董事长吗？奶奶，董事长能去抓狮子吗？不能。那我不当，我想去非洲，我想去南极，我还想去火星。在这个破幼儿园里无聊死了，天天都要背书。散财童子，好一个散财童子！我沈家3代经商，积攒下的家业，若是连一个散财童子都养不起，那这几10年也是白干了。年轻人，你是第一个敢当着我的面说我孙子是败家仔的人。拿着，以后遇到麻烦报沈家的名字。下班了。哎，钱你不要。3卦已满，过时不候。钱是额外的因果，太多的话我承受不起。有点意思。这就是所谓的神仙大师吗？这几天别乱跑，局里好几个大领导都在问你的事儿，沈家也在找你。我没犯法。我知道那个案子，小张腿保住了，就麻烦给我打电话。新任务发布，地点：事故完成东门早市09点到11点封，方式：测字，目标：接待3位顾客，并成功揭穿或验证真伪。行，明天去捡漏。早晨9点，潘家园东门的青石板地烫得能煎鸡蛋，人挤人，全是盘核桃的老头，还有举着自拍杆的主播。哥们儿，走错地儿了吧？前面左转人才市场，这儿是古玩城。没走错，兼职赚点外快。老王乐了，在这行混了20年，头回见测字鉴宝的。他觉得这小伙子要么是傻子，要么是来砸场子的。这行讲究眼力长眼，你弄个测字算真假？眼力我看未必，你那堆康熙喜宝全是激光雕刻的，眼力好的人不买。过了半个小时，
江峰的摊子前没人停步，在这儿的都信拿放大镜的专家，不信刚失业的程序员。直到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死死抱着个报纸裹的东西，两步一回头的凑了过来。老板，那边地摊淘的明代民窑青花碗，5000块，起码是5万。一旁的老王伸长脖子，只看了一眼那角栏就把头缩了回去。一眼假，潘家园满地都是，可江峰压根没看完，只盯着纸上那个宝字。宝字，上面宝盖头，下面是个玉。宝盖头写太宽，盖住了玉。这东西不是官窑，也不是正经民窑，家庭小作坊烧出来的。再看下面的玉，这一点点太重，墨水渊开了。玉在底下是为垫，你这碗底的款式是用玉粉混合胶水粘上去的。不可能，我看过底款，大明成化年制，字迹清晰，还有磨损痕迹。清晰因为刚刻的，磨损因为用砂纸打的。你胡说，都没上手看，凭什么说是假的？敢不敢砸？如果是真的，我赔你10万；如果是假的，端面会有胶水层，或者用打火机烧一下试试真假。敢不敢砸？如果是真的，我赔你10万；如果是假的，端面会有胶水层，或者用打火机烧一下试试真假。连碰都没碰，光凭写个字就算出底座是粘的，这哪里是算命，这分明是开了天眼。江峰的摊位前围满了看客，大家都很好奇，这小子到底要干什么？小兄弟，我来试试。刚才那碗我不予为凭，但我这画，几家拍卖行说法都不一，老贾。听真话，自然。听真话，自然。不用打开，画儿填字在中，田界分明。但这田字四周的笔画和你中间这一笔墨色一样，运笔的力道断了。怎么讲？画心是真的，但这幅画的题跋、印章还有周边的装裱是从别的画上裁下来拼上去的。行话叫借尸还魂。我看了1周都没拿准，几个专家都说是真迹，但我总觉得题跋的字风与画不符，原来是拼的。若不是先生点破，我几百万打水漂了。都别急，让我看看玉佩。哪儿来的叫花子？赶紧走，别挡着我们做生意。等等，袋子里是什么？没什么，河边工地上捡的铁疙瘩，挺沉，想拿去废品站卖了换顿饭钱。拿出来看看。写个字。我不识字，就会写那个铁字儿。以前在铁厂干过搬运，就写铁。大爷，你的挂件。这是这个铁字，右边是湿，左边是金，失去了原本的金光，它才显出本相。大爷，你这东西不是废铁，这是唐代用来镇守黄河水患的大铁牛的一只脚。你看这断查处的纹路，还有这上面的铭文残片，这是国宝。这小子是个疯子吧？大爷，千万别卖废品站，出门左转，走200米有个博物馆办事处，送过去就说是在老河道遗址捡的。真的？钱拿着，打车去。送过去之后，国家会给你发荣誉证书，还有奖金。那个奖金够你养老了。紧急慌报，请刚才那位持有黑色漆的老人立刻前往管理处。重复一遍，那是国家1级文物重要线索。你怎么找到这儿的？天眼，你没刻意动，查个租房记录不难。什么事？我妹妹赵小雅最近有点不对劲儿，去医院查了，脑 CT、核磁、血常规全做了，一点毛病没有。但她总说有人在跟她说话。幻听？不仅是幻听，她说她在梦里总是去一个地方，那里很黑，有人在墙后面挠，沙沙沙的。醒来以后，她指甲缝里全是灰。这时你应该找心理医生或者精神科。找了，现在就在市精神卫生中心住着。医生说是重度精神分裂，开了药但没用。昨天我去探视，他抓着我的手说那个人快出来了。我知道你有本事，之前那2个案子我都看见了，你能不能去看看他？我现在没感觉。等等，带我去看看吧。你肯去？我不保证能看出什么，去看看能不能聊2句。丁，新任务发布，地点市精神卫生中心花园长椅，方式解梦，领域潜意识在真相，目标接待3位顾客并成功解析梦境。你是新来的蘑菇吗？我不是蘑菇，我是解梦。我昨晚又做梦了，
梦见什么？我梦见我变成了一把伞，伞面破了，漏雨了，雨水特别冷，滴在我身上，把我骨头都冻裂了。我是不是快死了？你没坏，也不会死。你觉得冷，是因为为你撑伞的人走了，你在等那个人回来补伞，但你知道，他回不来了。啊，我想我妈了，我也想给她撑一次伞。哭出来就好，伞还在，你自己也能撑。哥说你有本事，你能听见吗？听见什么？挠墙的声音。他们说我疯了，医生说是幻听，哥说是压力大，但我知道那是真的。就在墙里面，有人在挠。小雅，隔壁是空房，没人住。有人，他在数数，1、2、3，他在我什么时候睡着，甚至在梦里，他也一直在挠。赵队，你妹妹没疯，她听到的声音是真的。你妹妹没疯，她听到的声音是真的。你是说，隔壁真的有人？不是隔壁，是墙里。去查她卧室的那面墙，尤其是连接隔壁的那一面，那里有一个夹层，那里有东西，或者说有人。现在就去，立刻！那个人还没死，他还在挠。终于有人信我了。带上破拆工具去我家，把小雅卧室的那面墙给我砸开！现在，马上！等消息。10分钟够他们把墙拆了。有点意思，凑个热闹。你是谁？6病区主治医李文杰，刚查完房。大师，我不信这些，不过最近确实做了个怪梦，堵得慌。说，梦见我在做手术，日常工作，但我拿手术刀切下去的时候，刀刃软了，不管怎么用力，刀身一碰皮肤就卷起来。换一把还是软。病人躺在台上看我不出血，怎么切都不出血，我急出一身汗。我自己分析，大概是平支撑压力大导致的功能性焦虑。大师给看看。不是压力大，是你觉得那把刀碍事。碍事？手术刀是你和血肉之间的阻隔，你厌倦了隔着金属触碰生命，潜意识告诉你扔掉刀。你想用手，你想把手指伸进去，感受温度，感受跳动，然后捏碎。真会开玩笑，算命果然全靠编。我是医生，只会救人，是不是编你自己清楚。你的手太稳了，不像救人，像行刑。建议休个长假，或者去自首。赵队，破了，真神了！小雅卧室那面墙后面有个夹层，2栋楼室租缝的位置，被人从隔壁出租房打通了。除了隔音棉，只有半米宽。人呢？抓了，是个通缉犯。这个人在里面住了快半年，墙上全是洞，正对床头。那个挠墙声是他晚上磨镜头盖弄出来的。那个医生，那个李文杰也有问题。查查他经手的手术，特别是病人没下手术台的，死因和记录是不是完全一致？还有医院附近找不到尸体的失踪案。谢了。听说了吗？那个精神病院抓了个变态医生，也是那个神算子指点的。现在网上都叫他江半仙，听说有人出价200万悬赏他的住址呢。看来真是认红是非多啊！新任务发布，地点：星光传媒大厦楼下广场，时间9点到11点，观项打分，领域：颜值、气韵、星途，目标：接待3位顾客并给出评分与评语。观项打分，这是往火坑里跳，在一群靠脸吃饭、脸上动了800刀的人堆里去评价他们的颜值和星途，这是嫌他仇恨值拉得不够满。那就去看看这帮美颜滤镜底下到底长什么样。大师，听说你打分很准，那你给我这张脸打个分呗，满分10分，我有几分？
2分。大师，听说你打分很准，那你给我这张脸打个分呗，满分10分，我有几分？2分。大师，你是不是看错了？是不是灯光太暗了？再给你一次机会哦，好好看清楚。多1分怕你骄傲，那个肩歪了。你的下颌骨磨了3次，挂不住肉了，现在全靠线雕硬拉着。还有你的夫妻宫，甜盐物太多压迫了神经，你最近偏头痛吧？最重要的是，你今年42岁。胡说！我今年18，我是纯天然的。家人们评评理，这人就是个骗子，我哪里像42岁？你的骨龄骗不了人，颈椎骨质增生，腰椎间盘突出，这是长期伏案和穿高跟鞋留下的，至少20年积累。大姐，还要装18岁少女到什么时候？你家里的3个孩子，恐怕都快不认识你这张脸了吧？给我打我！我出钱，我要测星图。大师，我有多少分？我是不是能活？兄弟们，今儿个咱们不吃播，咱们算命。要是大师说我有10分，我就当场把这瓶白酒吹了。大师，我叫阿强，您看我这面相是不是大富大贵的命？我最近粉丝涨得飞快，昨天一场直播光打赏就5万，这都是福气。宰相肚里能撑船吗？买命钱？啥？买房钱？对，我正准备买房呢，全款。你刚才晚饭吃的什么？也没啥，10斤麻辣小龙虾，5斤红烧肉，2斤生腌螃蟹，还有这瓶52度的二锅头。怎么，大师也饿了？我车上还有猪蹄儿，给您整2个。你的分值是负数。负数？大师您真幽默，哪有负分的？因为你要死了。你的分值是负数。负数？大师您真幽默，哪有负分的？因为你要死了。你咒我？老子身体好得很，上周体检的是脂肪肝，谁没有脂肪肝？你敢说我要死了？你的胃里现在不是食物，是残渣，腐烂的残渣。你赚的那些钱买不回你的胃。放屁！我现在就给你表演个一口闷，让你看看我的胃有多铁。别喝了，现在打120，去医院洗胃做止血手术，或许还能多活2年。再吃一口，今晚就是你的最后一顿。我偏要喝，吓唬谁呢？大师，我是这栋楼的老板，刚才的事我看到了，有点本事，1000万，请大师上楼喝杯茶，帮我看看公司风水，再算算我这几年的运势。2000万，只要你算得准，以后星光传媒的风水顾问就是你，年薪随你开。拿好，意思就是我不赚这钱。李总，你的茶太贵，我喝不起。而且现在是下班时间，我这人有个规矩，到点下班，天王老子来了也得等。嫌少，年轻人做人要懂得把握机会，我可以给你2倍加班费。李总，我不爱钱，我只想保命。你的印堂发黑，眉间有断纹，这楼里的风水局已经破了，再多的钱也填不上那个窟窿。你说什么？想算，明天赶早。这楼里的风水确实破了。你在开直播，0个粉丝还算命，哥们儿，这套路也太老土了吧？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直播算命？你不如天桥底下摆个摊儿，好歹还有路过的大爷老妈捧个场。天桥底下抓得严，高铁上你总不能把我扔下去。神经病！江峰松了口气，重新把注意力放回直播间。主播你好，我叫阿伟，我要算爱情。行，说说情况。主播是这样的，我喜欢一个女孩，喜欢了3年，整整3年风雨无阻。每天早上6点半起床，给她买豆浆油条，送到她公司楼下。她加班到12点，我就在楼下等到12点。她说想要那个限量款的包，我攒了半年工资买给她。你这块相学里叫夫妻宫，看对象感情深不深，2个人匹不匹配就看这儿。你的夫妻宫塌了，颜色发灰。换句话说，你往这段感情里砸的所有东西全是单方面的。颧骨下方这块叫奴仆宫，正常人这里气色是匀的，你这一片发青发暗，典型的被人利用还替人数钱的面相。阿伟，你那位女神压根看不上你，今天这出戏你就是个垫背的。你放屁！
你懂什么叫真爱吗？你一个在高铁上摆摊的野路子算命先生，你连女朋友都没有吧？我每天给他送早餐，3年没断过一天，刮风下雨我都去。他上次过生日，我送了他一个包，那个包5800，你知道吗？我1个月工资才6000，他收了我的包，他还说谢谢。你凭什么说他看不上我？你这个骗子！闭上你的乌鸦嘴！阿伟，你手里是不是有电影票？是啊，怎么了？几张？3张。他说2个人看电影怕尴尬，叫了他表哥来活跃气氛。他表哥人挺好的，上次吃饭还帮我们买了单。表哥，阿伟，把你的镜头转一下，往你身后转，售票机那个方向。那个主播，你搞错了。我了解他，他从小在国外长大，这是朋友之间的贴面礼，国际通用的礼仪。你们不懂很正常，在欧美国家，朋友见面就是这样打招呼的，嘴对嘴算什么？那是他热情开朗的性格决定的。算命的，你就是个骗子，你根本不懂什么是爱。你说我的什么夫妻宫塌了？你看看我这张脸，我精心保养了3年，面膜敷了上千张，我这脸能塌？你这样骗记者，看样博主一诉就不懂人也服了。为了证明你是个骗子，我考你一道题，简单的数学题，你这都不会的话，还能搞什么复杂的理论？你敢接吗？答不上来，你就当着10几万人的面承认自己是骗子。听好了，如果1等于4，2等于6，3等于8，那么4等于几？按你这规律，4等于10。错，大错特错！我开头第一句话说了什么？1等于4，1等于4，那4就等于1，因为等号是双向的，这是最基本的逻辑。你一个算命的连这个都不会，你果然就是个骗子，被我抓住了吧？哦，阿伟，你说1等于4，所以4等于1，那你喜欢他等同于他喜欢你吗？请我们直播间的飘升与方指，然后千万指甲声，不错，姜大师。第2轮抽奖开始，老规矩，弹幕区打口号，倩倩慢说，看了快乐。峡谷野王 MVP。哟，大师，兄弟们刷到你直播间了，说你算得准，我来试试。说情况。我是 DOG 战队的首发打野，国服排名第1，年薪800万，下周飞外国打世界赛，8强种子队，懂吗？大师，你帮我算算，我的职业生涯能拿几个世界冠军？怎么着也得5个起步吧。黄毛同学，我叫战神凯。第1个地方，财帛宫这块管的是一个人正财钱欲的走向。正常人这里气色云静，偏暖色，说明财路正当。你这块发黑，不是普通的暗沉，是有一团浊气横着切进来的。浊气入财帛宫，在相学里只有一种解释：你最近收过一笔钱，那笔钱的来路你自己心里有数。你在搞笑吧？我年薪这么高，战队分红另算，我还用拿什么来路不当的？第2个地方，印堂两眉之间这块管的是一个人近期的运势和灾祸。你的印堂发暗，边缘带青色，相学里管这叫官非格。通俗点说，你摊上官司了。大师，你这套路我见多了，先说点模棱两可的话把人唬住，然后再卖什么开光手传，对吧？我跟你讲，我们战队有法务部，你要是敢胡说八道，律师函明天就到。战神黄毛同学，我把话说的再直白一些，别想冠军的事了。你先想想，穿这身队服的日子还剩几天？说什么？浊气入财帛，印堂带官非，这组合在面相里只对应一种情况，你打假赛了。你放屁！一个在高铁上的野路子算命的，你凭什么污蔑我？我告诉你，这条直播录屏我截图了，你等着收律师函吧。明天不，今天晚上你就等着。战神黄毛同学，你的律师函得寄到看守所去了，因为来找你的人比律师快。经理，我设备全部封存，人跟我走。我的天，说抓就抓！手速再快也快不过报应。这下好了，包吃包住，不用愁下个赛季在哪儿训练了。有效算卦次数23。最后一轮，口号换最后一个，倩倩慢说，粉丝棒棒。大师你好，我最近老做噩梦，每天晚上都做，梦里特别冷，醒了之后房间也冷，空调开到30度都没用。我想问问，是不是这房子的风水有什么问题？小姑娘，你这个问题不是风水。啊，
那是什么？你身上缠了脏东西。大师，你是在开玩笑吧？这个是不是剧本效果？听我说，从现在开始，不要回头，不要站起来，不要做任何大幅度的动作。那个东西就在你身后，不到2米。你桌上是不是有一面小化妆镜？有。拿起来，假装整理头发，动作要自然，然后用镜子照一下你身后那个衣柜，柜门的缝隙。大师，救命！有个东西一直在我房间里，它就在我身后，对不对？我看不见它，但我能感觉到。别动，这不是寻常煞气，是吉凶的泄煞，你小命快交代了！大师，救命啊！我该怎么办？他要吃人吗？别慌，我传你一招至阳之法，专破此煞。不过步骤要命，你必须照办。差一指甲掰的距离，神仙来了也得摇头。我干，大师快讲！第一步，找一只你穿过原味没洗的臭袜子。臭袜子？没错，人头顶3把火，你眼下阳气漏风，那玩意儿马上要掀你天灵盖，脚底般浊气最终，拿原味袜子镇在天灵盖上，叫以浊克阴，直接焊死顶门阳气。快点，没时间了！干得漂亮！现在找一支最正的大红口红，右脸蛋儿照样来一个。大师，画啥玩意儿？那叫玄武镇邪符，红为火，玄武为水，水火交融，直接在你脸上打个结界。当我是让你瞎涂鸦，不想活就撂挑子。最后一步也是最要命的一步，冲着镜头用吃奶的劲儿连喊3遍祖传口诀，那玩意儿听完当场超度。大师，啥口诀？我是大傻子，邪灵退，邪灵退散。得嘞，收起你那3流演技吧。你衣柜那个微型全息合场翼，电连线全从底座露出来了，并西9块9包邮的破烂货吧，反光全穿帮了。还有你的特效太廉价，像素低的全是马赛克装饰。行了，各位水友，今天就到这儿。最后送大家一句话：相信科学，拒绝迷信。脑癌细胞活性降低5%，剩余普通寿命增加60天，获得现金奖励200万。哎，老板，查过了，那个江峰住在5栋502，昨晚回来后就没出过门。盯着，我就不信他不出门。只要他露头，不管是买菜还是扔垃圾，直接请上车。去敲门，告诉他我的耐心有限。让开，都让开！江峰，给我算！你别给我装蒜，2000万不够是吧？你要多少？老板，刚才那演技还可以吧？不错，加2000。谢谢老板。来了。江大师，好大的排场！李总，不用搞这些虚的，你的茶桌太高，我看人喜欢平视。昨晚你说我的楼风水破了，今天我把广场清了，就是想听听高见。钱我有的是，只要你能把这局给我圆回来。李总，我不看风水，风水救不了你，我看的是大厦将倾之象，煞将倾之象。危言耸听！我这楼请了港岛最有名的大师布阵，玉带环腰，藏风聚气。大师布阵，布不了人心。你的财报宫红的紫紫，那是淤血，说明你最近一笔巨款来路不正，带着血腥味。你的子女宫位置有一道横纹切断，在建筑相法里，子女宫对应大楼的西南角承重柱，那里的柱子裂了，对吗？你在胡说什么？我的楼质量没有任何问题，经过了验收的。验收？你这楼的地基打桩时，为了赶工期和省钱，用了不合格的钢筋，桩基深度少了5米。为了掩盖，你把那个想举报的监理赶走了，还精心策划了一场事故。现在那个裂缝不是我给你看不看的问题，而是物理学问题。地基下沉，尖溃响受力不均，还有3天。3天？如果不加固，3天之内这栋楼就会出现结构性崩塌。这不是生意，李总，这是几千条人命。你要吃的不是风水饭，是牢饭。关掉直播！都给我关掉！都给我关掉！下班。
星光传媒雷腾波跌跌跌，期待波跌。我来不是为了道贺，是想告诉你一件怪事。金海大学最近不太平，图书馆那边几个学生精神出了问题，夜里能听到书本自己翻页。跟我无关，我不是私家侦探。沈家是金海大学最大的赞助方，我不想影响百年校定。你要是愿意去看看西郊那片温泉山谷，送给你。我不接私活，我的规矩您知道。新任务，去金海大学西门，每天早上7点做学业咨询，接待3位顾客。你能算算，我还要不要读这个博吗？这个男生明明生就一副挺拔的额骨，平直的眉骨，这是标准的文曲星骨相，主学业亨通，才思敏捷。可他的整张脸上却笼罩着一层浓重的灰黑之气，透着腐朽。博士退学？真的假的？这哥们我认识，物理系的刘伟，超级学霸。坐，你坐我对面。你导师是不是快秃了？法令痕很深，笑的时候嘴角向下扯，左边脸颊靠近鼻梢的地方还有一颗黑痣。你怎么知道？刘伟的声音发抖，这些特征太具体了。他导师王建功就是这个样子。因为你的气运被他借走了。你是松柏之姿，生来就是栋梁，而他是藤蔓之相，只能依附攀爬。藤蔓缠住松柏，吸取养分，松柏就会枯萎。你这3年是不是所有成果都成了他的肥料？你最近那篇关于量子隧穿效应的论文，其实已经写完了，对吧？他说我的思路是错的，让我换方向。他不是让你换方向，是想让你把熟透的果子亲手送给他。你这哪是读博，你这是在坐牢，还是给别人无偿打工的那种。你的学术运在北方，不在这个地方。离开这个系你写的导师。别退学，你的一马星动了。那篇论文不要再藏着了，今晚就投出去，投给德国那家应用物理学怪标，3天之内必有回音。大师，给我算算能不能考上研？大师，小伙子，劝人背叛师门，这可不厚道吧？我这叫帮人弃暗投明。还有大爷，你这鞋带散了，小心点儿，别一把年纪再摔出个脑筋荡。我不懂像样，但我懂物理。你凭什么断定他把这篇论文投给德国那家期刊，3天之内必有回音？因为他那篇论文的水平够了，也因为那家期刊的主编最近2年都在死磕这个方向，却一直没找到突破口，急需一篇有分量的文章来稳住自己的学术地位。这些也是你看出来的？不，这些刷物理加八卦论坛看到的。算命是风水，但投稿是信息战。校长，您的鞋带，右脚这根鞋带的磨损程度比左脚的严重很多，说明您走路的时候习惯性的用右脚先发力蹬地，最近右膝盖不太舒服吧，所以才下意识改变了走路的姿态。我劝他背叛师门，是因为他那个导师在偷窃，这叫止损。我让您系鞋带，是因为您是这所学校的顶梁柱，您要是摔了，学校的气就散了。这不叫迷信，这叫风险管理。让一让，装神弄鬼！你这么能算，算算我能不能进学生会主席团？算不准，我今天就让你在金海大学的论坛上出名啊！算准了归你，算不准你就对着镜头大喊3声我是骗子。金融系的风云人物李雪，家里有矿，典型的白富美。想问能不能进主席团？外强部部长，虽然已经内定了，但我就是想听听你怎么编。进不去，别说部长，干事都没你的份儿。搞笑呢！上赛季校庆500万赞助，学姐一个人拉了一半，这种业绩，外研部部长除了他还能给谁？就是，整个学生会谁不知道学姐多拼？你一个摆摊的懂个屁！能力确实强，但人不行，颧骨高耸无肉，这叫孤峰独俗，刻薄难服众。还有这眼角的纹路，全是烂桃花。最近同时吊着3个男生，挺累吧？物理系的那个帮你写马哲论文，体育系的那个负责占桌买饭，计算机系的那个最惨，为了你的竞选 PPT 熬了3个通宵，这叫私德有亏。学生会要的是形象代言人，不是时间管理大师。你的竞争对手已经把你这点破事儿整理成文档发给指导老师了。哪来的证据？哥哥最好了，没你我可怎么活呀？人家计算机系的懂技术，全录音备份了，说是防一手，所以别想主席团了，
先想想怎么写检讨吧。大师，帮我算算，我女朋友去哪儿了？那个吸的活宝演小品了。我没开玩笑，叫苏月。昨晚在图书馆自习，11点多给我发微信说听到书架后面有怪声，像指甲刮墙，然后就发了一个救命的表情包，之后就失联了，电话不接，微信不回，我找了一晚上，他肯定被图书馆那个阿飘给抓走了。男生急得眼眶通红，声音都破了音，可周围人的反应嘛是看热闹。你们最近吵架了？没有啊，我们感情好得很。我昨天还排了半小时队给他买了芝脆梅。他最近有没有跟你抱怨过什么？抱怨？哦对，他说图书馆总有人占座，还有考研的翻书声音特别大。哦对了，他说总有一个戴眼镜的变态偷看他，他都快烦死了。你女朋友没被鬼抓走，那他在哪儿？教务处写检讨呢。篮球男当场傻眼，周围的学生也全懵了。写检讨？昨晚他嫌旁边考研的哥们儿翻书声大，提醒几次人家没理他，他一气之下把你排了半个小时队买的芝梅全倒在了人家书上，还有笔记本电脑上。篮球男整个人石化在原地，脸上的血色褪得干干净净。他引以为傲的女友，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原来是这副模样。小伙子，这恋爱谈的比高数还难懂，好自为之吧。江峰在金海大学一战成名，学生们开始流传着拜江神不挂科的口号。新任务发布，地点市中心高端宠物医院，通感的旺气，宠物心事疑难杂长并解决问题。是新来的医生吗？动物心理专家，我家的贝拉最近总是半夜乱叫，还把我好几个爱马仕的包都给咬坏了。医院的医生检查了几遍，都说他身体没病，各项指标很好。你要是真有本事，就给我看看他到底在想什么。夫人，他不是不满意您的包，他是嫌您太吵了。吵？我哪里吵了？我说话向来温声细语的。对您来说是温言细语，对他来说是噪音污染。犬类听觉比人灵敏得多。您穿高跟鞋走动的声音，对他就是持续敲击。您每天下午开麻将局，洗牌出牌的碰撞声是巨大噪音。还有您晚上9点之后在家里开派对，重低音音乐和嘈杂人声会损害他的听力。胡说！我给他准备了那么舒服的窝，他困了自己去睡不就好了？但他根本睡不着，他的窝就在客厅旁边。您打麻将他能闻到烟味，开派对总有醉酒的客人去抱他逗他。他不是您的孩子，是您的社交道具。那他咬我的包又是怎么回事？总不能是我的包也太吵了吧？他咬您的包不是因为恨你，是因为您的包上有外面别的狗的味道。他尤其讨厌您那个棕色的铂金包。您昨天下午拎着那个包去您朋友孙太太家里喝了下午茶。孙太太家养了一只白色的萨摩耶，对不对？狗的嫉妒心比您想的强得多。他认为自己的领地被侵犯了，主人身上沾染了其他狗的气味，这是一种背叛。他没有能力去攻击那只萨摩耶，所以只能把愤怒发泄在那个沾染了敌人气味的罪证上。他在通过咬包的方式一遍遍告诉你，只能有我一只小可爱。那厚度至少1万。谢谢。大师，我这猫中邪了，你能给看看吗？打开。大师，您看，这不是中邪，是中毒。可我的猫一直关在家里，哪儿都没去。是不是为了巧克力洋葱？只喂猫粮和水。毒源在你家里。适当次，水仙花提取物。你家里很干净啊？对，我每天都打扫的。除了猫粮和水，没有别的东西？没有了，绝对没有了。你最近是不是觉得家里空气不好，想净化一下？是啊，我那房子窗户小，有点闷，所以你买了一盆新的盆栽，一盆绿色的，叶子细长，现在正开着白色的小花，被你放在了阳台上。啊，对，就是水仙啊！老板说这玩意儿好养活，还能净化空气。但是不是那盆花有问题？为什么人下了咒？花没问题，有问题的是你的无知。你的猫舔了那盆水仙的叶子，或者喝了花盆托盘里的水。水仙全株有毒，对猫是剧毒，主要症状就是呕吐、抽搐，最后神经麻痹、心跳停止。它的呕吐物里应该有植物碎屑，只是你没发现。外卖小哥彻底傻了，悔恨和恐惧淹没了他。把他抱回那家医院，告诉医生是水仙中毒，让他们用最快的速度催吐、洗胃和解毒治疗。再晚10分钟，神仙来了也救不活，快去！谢谢大师。这位专家，你刚才的诊断听起来很专业，就是不知道您是哪个学校毕业的，有国家认证的职业兽医资格证吗？猫科动物的应激反应很复杂，呕吐、腹泻的原因多种多样，在没有做生化检测之前，凭空断定是某种植物中毒，是非常不负责任的行为。万一不是水仙中毒，而是其他急性病症，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那你刚才给那只猫做了什么检查？开了什么药？我建议他做全身检查，血常规生化 DR 影像，
但他付不起费用，我只能先开了点肠胃调加剂，让他回去肠胃期。所以你的负责任就是让一只即将毒发身亡的动物吃一堆对神经毒素毫无作用的益生菌。我这是规范操作，没有检查就没有诊断，这是最基本的原则。你的原则会害死那只猫。大师，神了，你真是神了！我跟医生说了是水仙中毒，他们给猫催吐，吐出来的东西里真的有花的碎片，化验也出来了，就是你说的石美碱中毒，猫已经注射了解毒剂，脱离危险了。你不是说大师不负责任吗？大师看一眼就知道问题，你的仪器还没大师的眼睛准。我的天！大师，先看我的。我这里有我的规矩，今天只剩最后一关。大师，我出2000。就你了。你不用过来，我过去。大师，你看我干啥？我这鸟好得很，能吃能睡，比我都健康。他身体是没病，就是那家只鸟最近话是不是有点多？亲爱的，开门呀！密码是4个8，我们去约会，不能让老婆知道。讨厌，你好坏哦！光头大哥带着自家鹦鹉来看热闹，不曾想这鸟嘴一张，直接把大哥的老底给掀了。他就是学舌，瞎说的，电视里学的。亲爱的，开门呀！这调数专业啊！大哥，你家电视有点东西啊！我老婆正跟我闹呢，以为我外面有人了，都要分居了。大师，你得帮我澄清啊！江峰憋着笑，清了清嗓子，决定帮他一把。他告诉大哥，他最近学会的新词都是从他车里的一个毛绒玩具身上学来的。我车里没那玩意儿啊，我一大老爷们儿放那东西。密码是4个8。鹦鹉再次开口，喊出那句密码是4个8。光头大哥身体一震，脸上的血瞬间退光。你副驾驶座位底下是不是藏了个备用手机？密码是4个8。你每次在车里偷偷摸摸接电话，鹦鹉全听去了。现在他把你那些破事儿全学会了。你老婆在家里听到的不是学舌，是原声大破现场重放，全场鸦雀无声。所有人看光头大哥的眼神都写满了震惊和同情。这哪是算命，这是公开处刑加环绕立地声啊！去约会不能让老婆知道。喂，老婆。叮，3卦任务完成，脑癌细胞活性降低，寿命增加，获得新能力灵犀之耳。至于慌乱的光头大哥回家会不会跪搓一血，那就只有祝他好运了。江峰先生，对吗？找我有事儿，进去说。我们通过特殊渠道拿到了报告，您脑内的肿瘤非但没有恶化，反而出现了钙化迹象，癌细胞活性正在持续降低。今天来找你，不是强制你做什么，而是代表国家正式向你发出一个邀请，协助我们进行一项特殊的研究。什么研究？关于一些我们看不懂的东西。半个月前，某处考古现场出土了一批先秦时期的竹简，所有直接接触过那批竹简的人，在1周内都陆续出现了精神异常，开始说一些谁也听不懂的胡话。你们找我想让我干什么？去破译那些竹简？不，我们只是想请你以你的视角去现场看一看那些竹简。我们拥有这个国家最顶尖的医疗团队和不对外开放的生物实验室，或许他们能为你带来一个真正的治愈方案。江先生，我们不急，邀请的有效期是永久，你可以慢慢考虑。系统给的只是续命，每一次任务都只是把终点线往后推几天，而国家许诺的是彻底拆掉炸弹的机会。就算猜错了，大不了就当公费旅游。孙教授，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跟你们提过的江峰先生，我们这次请来的特别顾问。特别顾问？我们这里需要的是能看懂这些鬼话读的古文字专家，是能解决精神污染的顶级心理学家，不是看起来就是个小白脸，不知道从哪里请来的江湖骗子。这位就是你们说的3个病号之一吧？江先生，那批先期竹简就在里面。新任务发布，地点西北73号研究基地，样本封存室，方式灵犀通感，目标接待3位受害者。赌对了，我要开始会诊了。样本封存室里放着那枚先期竹简，外面一群专家隔着单向玻璃盯着江峰，有人好奇，有人不信，可江峰心里没什么起伏，只觉得这阵仗有些小题大做。开始了。装神弄鬼，我倒要看看他能搞出什么名堂。嘘，你们看他的手。观察室里的气氛一下就变了，这种无法解释的协调感让每个人都集中了注意力。孙教授脸上的鄙夷不见了，
他找不到反驳的词汇。污染模式、潜意识模式、潜意识共神放大，正在解码异常波段。水灌进他的口鼻，肺部灼痛。去查查他的档案。张远7岁的时候，是不是在老家的河里溺过水，差点死了？话音落下，观察室里一片安静。这不可能！马上去核实，动用一切资源，联系当地部门查户籍档案，走访家人。3分钟，3分钟内我要确切结果。喂，江先生，核实了，张远，籍贯豫省周口市下属张村，21年前，时年7岁，于村口淮河故道支流溺水，昏迷超过5分钟，被同村村民救起，抢救3小时后才脱离生命危险。这不可能！好了，别浪费时间了，下一个。放开我！烧掉，全都烧掉！火，有火！是你，你身上也有！烧掉你，烧掉你！孙教授，你现在去找一篇小学课文。收到。速度要快。牛儿还在山坡吃草，日大而去了。啊！火灭了，你安全了。所以你们的队员不是疯了，他们只是被强行按在了一台 VR 设备前，没日没夜的一遍又一遍重温自己人生中最恐怖的电影。我明白了，这是一种基于记忆唤醒的强制性心理暗示，它的信息波可能直接作用于大脑的性融合和海马体。封存室里来了第3个病人，这人跟之前2个完全不同，他不吵不闹，就那么安安静静的坐着，脸上挂着一个咧到耳根的笑，像个出了故障的机器。刘教授，30年前的盛夏，你是不是丢过一个刚满5岁的女儿？那个斯文儒雅的老教授终于哭了出来，压抑了30年的痛苦在这一刻彻底爆发，逐渐放大了他内心最深的遗憾。30年前，他是国内顶尖的青年学者，被海外项目绊住脱不开身，唯一的女儿突发急性脑炎送进医院抢救，等他做最快的最后的救治时间，一辈子活在愧疚，唯一的自我安慰就是一遍遍告诉自己，女儿最喜欢看他笑。如果当初他在医院不是哭而是在笑，女儿看到也许就会开心，就会醒过来。那个竹简扫描到了这个病态的执念，然后把它扭曲成一个无限循环的电脑指令，所以他不是在笑，他是在用余下的生命对他那个再也回不来的女儿进行一场永不间断的无声道歉。带他去休息吧，找个心理医生陪着他，什么都不用说，让他哭，哭出来就好了。丁，检测到宿主此刻太轻松，遇到新任务，命运角色影视城名利场，新任务生成发布，地点京海影视城拍摄地，时间古象皮象，领域名利场，目标完成3位角色的命运解读。都别玩手机了。嘿，哥们儿，新来的，这年头骗子也内检了，都学会精准投放了。不信的就走开。大师，您真能看相选角？你跑了多久龙套了？3年了。演的都是丫鬟。您怎么知道？你这脸除了丫鬟还能演什么？可他们都说我这张脸最符合现在的审美，上镜好看。大师，我就是想问问，我这辈子到底有没有女主命？你不是没女主命，你是亲手把自己的女主脸给整成了丫鬟脸。你胡说，我没整。是没动刀子，但玻尿酸没少打吧，把原本的棱角全填平了。你这里本来有块骨头能撑起你的气场，让你演女将军，演女帝王，一针下去全没了。除了跟在小姐后面喊小姐不好了，你还能干嘛？你说呢？小丫头片子，你还想当女主角啊？你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你配吗？那我该怎么办？去医院把脸上那些不属于你的东西全融了，然后去隔壁 C 区的铁血长绫剧组，他们正在招一个女将军的马术替身，危险系数高，没人愿意去。那是你的转折点，抓住了，1年之内你能拿到属于自己的角色；抓不住，你这辈子就跟丫鬟锁死了。哪来的江湖骗子，跑到这儿来忽悠人？不知道这里是拍戏的地方吗？赶紧给我滚蛋，不然我叫保安了！看相选角，还定妆改命，你怎么不说你能直接定谁是主角？就你们这种神棍，我见得多了，骗那些想红想疯了的小姑娘，我呸！有种你帮我算算呗，我看你能骗我什么？导演，你印堂发黑，眉尾散乱，嘴唇发白，这是典型的破财见血之相。你还给我看上相了？我告诉你，老子你今天要拍的那场爆破戏，差点埋歪了，左移3米，不然你今天赔出去的不只是钱，还有你这只拿对讲机的手。我看你是活腻了。不好了，副导出事儿了！嚷嚷什么？天塌下来了！
炸点！刚才最后一次检查，发现埋尸位置不对，离男主角的站位太近了，得立刻往左边移3米。这是真神仙啊！影视城里，江峰刚才那一手直接镇住了所有人。高人还能套近乎，阎王爷谁敢惹？你过来，今天的最后一卦是为你留的。江大师，我丢了命。那小子有一张花仙的皮囊，而你有一张写满故事的脸。他的脸是画出来的，你的脸是活出来的。你的骨相是乾隆在渊，坚韧不拔。你不是丢了命，你是把自己的真龙之命活成了别人的影子。为了给你那个烂赌的爹还债，你欠了卖身契，甘愿藏在阴影里当他的替身，承受他不能承受的伤痛。他拿了影帝，你拿了3万块红包，这才是你痛苦的根源。那个剧组叫尘埃，小成本文艺片，穷得连盒饭都快发不起。你的龙门在那边，他们需要一个真正有灵魂的演员，去用你叶豪的名字去试镜，而不是以汤一菲替身的身份。江峰正准备离开影视基地，钱里这只老狐狸又找上门来，开口就要请他当什么盘古计划的甄别顾问。请，我的下班时间到了。江顾问快人快语，那我就不绕弯子了。华科院正在筹备一个代号盘古的人才云栖计划，关系到国家未来几10年的尖端布局，但应聘者鱼龙混杂，履历造假，成果夸大，所以我们想正式聘请您担任盘古计划的特邀甄别顾问。新任务发布，地点华科科金海分部3号会客室，时间每日10点到12点，方式旺气官运，目标为3位候选人提供潜力评估，并成功应验。江顾问，这位是方阵学生们计划的首席科学家，方教授，这位就是我跟您提过的江峰江顾问。江先生，这是什么意思？我们这里有椅子，做不惯还是自己的东西用着受手。气运华丽，根基浮萍，这份天才不是他自己的。你这股气带着一股陈旧和不甘的味道。在你导师3年前意外去世后，你的研究成果才开始井喷式爆发，对吧？胡说八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你在暗示林博士的学术成果是抄袭，这是人身攻击！江先生，说话要负责任。我建议你们去查一下他导师所有未发表的研究手稿，尤其是和他那场实验室事故有关的所有记录。启动1级背景核查，目标林天宇的导师李振国教授。请。李振国教授的加密硬盘被破解，里面那些没发的手稿和演算数据跟林天宇近3年发的论文高度重合。更关键的是，3年前那实验室事故的唯一目击证人就是林天宇。纸上的东西可以模仿，公式可以抄，但人身上的气装不了。他心里有鬼，气就是虚的，是借来的。下一个吧，别浪费时间，出去走走透气。江顾问，他就是你们要找的人。您不是在开玩笑吧？那是刘博，后勤部的清洁工，在这儿扫了20多年地了，快退休了。你这双手用来擦机器，太浪费了。这台离心机的轴承偏了0.03毫米，再这么转下去，里面的超导样本就全废了。刘师傅，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听出来的，这机器转起来的声音不对，有点虚，就跟人一样，看着好好的，其实里面零件松了，说话声音就没底气。紫气藏于内，华光敛于身，这不是普通人的气运，这是镇国基石的命格。你的手前半生造的是国之重器，后半生却用来扫地重尘，从云端跌落泥潭，不是你的错，是时代的遗憾。刘老，我们对不起您。年轻人，我能问问你是怎么看出我来的？
我看人不看他过去干过什么，也不看他未来能干什么，只看他身上那股劲儿还在不在。您的劲儿比这楼里所有穿白大褂的加起来都足。这位想必就是江顾问吧？久仰大名。你们面试的不是一个人，是一段程序，一个完美的拟人算法。江先生的评价很特别，能具体解释一下吗？我给你算一卦，不算你的前程，也不算你的过去，只算你昨天晚上7点到8点一个人在家做了什么。江顾问说笑了，昨天晚上我当然是在为今天的面试准备相关的资料。不对，你坐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没有开灯，你的面前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你脸上没有任何表情，一遍又一遍地观看一部记录贫困山区失学儿童的纪录片。你看的不是内容，你是在学习和模仿录像里那前来探望的志愿者母亲在看到孩子哭泣时脸上担忧和心疼的微表情。你暂停、回放、放大画面，你在给自己安装情感模块。真厉害，你是我遇到的第一个能看穿镜子的人。丁，检测到宿主触发关键词，新任务发布，地点京海市国家历史博物馆第1层特展厅。没办法，为了活命，班还是得上。江峰听到剑身传来金戈之声，可剑柄和剑鞘那里却死气沉沉，像被硬生生拼凑在一起。同学们看，这把汉代骠骑将军佩剑，乃是西汉名将佩戴过的传世之宝。这浑然一体的锻造工艺，体现了汉代高超的冶金技术，更是强悍精神的完美体现。浑然一体，好笑啊！老先生，我没胡说啊，我就是发表一下个人观后感。难道您没感觉吗？这剑身和豹柄看着就不像一个妈生的。你这是对历史的亵渎！你懂什么叫鉴定吗？啊！鉴定我不懂，但我懂心，尤其是言不由衷的心。孙教授被江峰一句话戳中要害，脸色瞬间煞白。哟，急了，看来是真说中了。胡说八道！你们还愣着干什么？这个人装神弄鬼，扰乱公共秩序，把他给我赶出去！教授，别激动嘛，您这么大声，心脏受得了吗？老师，您消消气，别跟这种人一般见识。您是国内最顶级的青铜器专家，眼力肯定比我毒辣。您就说这把剑出土的时候，是不是只有剑身，没有刀柄和剑鞘？江峰这是在炸他！一派胡言！这把剑出土的时候就是完整的。话音落下，江峰的太阳穴传来一阵轻微的刺痛，真实之眼发动了，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气势瞬间变了。教授，您在说谎，对不对？您是国内最顶级的专家，不可能看不出来，但您不敢说，因为这把剑是您亲自带队发掘的，是您一生的荣誉。一旦承认它有瑕疵，就等于否定了您自己。你胡说！你血口喷人！教授，您这段时间是不是经常半夜惊醒，然后就再也睡不着？是不是总觉得胸口发闷、喘不上气？去医院检查又查不出任何毛病，医生只说您年纪大了，思虑过重。这份不能说不敢说的压力，才是您最近夜不能寐的根源。我说的对吗？江峰完成了第一卦，他看着精神已经垮掉的孙教授，转身离去。大师，请留步。有事儿？大师，我最近也遇到了一件怪事，一件跟文物有关的怪事。我怀疑我可能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缠上了。说吧，怎么回事？也许我能帮到你。大师，我是博物馆的一名文物修复师。半个月前，我们接收了一件新出土的文物，是一只唐代的彩绘陶俑。我的工作就是把它修复好。从我开始接触那只陶俑的第一天起，怪事就发生了。每天晚上，我都会做同一个梦，梦里我被关在一个漆黑的小黑屋里，什么都看不见。它一直在哭，只能是在喊冷喊饿。然后呢？然后我开始在现实里也听到那个哭声了。大师，我真的快被逼疯了。那哭声一开始只在修复室里，后来在家里卧室也能听到了。去看看你负责的那件文物。盛唐气运笑看千年，但现在却阴气汇结，怨念颇深。问题不出在陶俑本身，是因为这底座里被镇压了一件不属于他的东西，一件带着强烈个人执念的定情信物。大师，您怎么知道的？这尊陶俑送来时底座破损厉害，里面是空的。当时我刚跟我男朋友分手，一时想不开，就偷偷把我前男友送我的定情手链藏在修复用的填充材料里，一起封进了底座。我想着让我们的爱情能像文物一样流传千年。你这叫自作孽不可活，你也不想想这是什么地方？国家历史博物馆，这里面的东西哪一件不带着历史的厚重气韵？你把儿女私情塞到这里面，你这是把你的姻缘用千年陶土给死死镇压住了。这风水能好才怪，这叫姻缘入土，永不超生。你这辈子别说正桃花了，烂桃花都不会再有一朵。原来是这样，大师，那我该怎么办？赶紧去找你们领导坦白自首，申请重新开底，把你的破手链取出来。晚了，你这辈子就准备跟文物过吧。
那会不会被开除啊？开除也比当一辈子单身狗强。你就说你修复时不小心把个人物品掉进去了，态度诚恳点，最多诚恳点，最多就是个处分，两害相权取其轻，懂不懂？谢谢大师指点，我这就去找我们主任。这活儿干得还挺轻松，都是心病。江峰体内的共情屏蔽被动技能正在高速运转，勉强抵消了面前这片区域带来的精神压迫。他盯着那具造型古朴、双眼空洞、嘴角似笑非笑的黄金面具，心里直骂娘：这玩意儿根本不是死物，而是一个正在吞噬历史的怪物。所有人都在有意无意地忽视他。负责这片区域的导览员讲得昏红晦涩，可当他路过面具时，就像潜意识里觉得这东西根本不值得介绍一样，直接略了过去。这诡异的被遗忘感让他越发不安。小友，对这个也有兴趣？教授，您怎么过来了？身体好点了吗？好不好是另一回事。刚才你那几句话让我有些震动。这是我经手过最奇怪的一件藏品，所有和它相关的记忆都特别容易被遗忘。研究团队总是莫名其妙丢失笔记，第二天就想不起前一天研究到哪儿了。就连我也需要每天翻看资料才能勉强记住它的基本信息。我们都不太敢靠近它，总觉得看着它时间长了，脑子会变得昏昏沉沉的。因为它会吃掉历史，也可能是材料本身带有弱的放射性。说得好，很有精神。磁场、放射性，你们测过了吗？有数据吗？相关的检测报告呢？拿出来我看看。我确定困扰我们团队几个月的难题，如果真的能有一个答案，哪怕那再匪夷所思，我也想知道。很久以前，古代某个萨满在一次通灵仪式里玩脱了，他想请神上身，结果请来了个他惹不起的东西。他的灵魂被某个不可名状的存在反噬，在被彻底吞噬前，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打造了这具面具，将自己那被污染的疯狂的灵魂，连同那个存在的一部分一起封印在了里面。话音落下的瞬间，江峰脑海里响起系统提示音：勘破第3件产品真相，3卦任务完成。可还没等他松口气，异变突生。不对，你看那儿！啊！我的天！你们快看那个面具！新任务发布，地点市郊花卉博览园，目标是完成3卦有效解签。这代表又能白嫖一门玄学手艺。求签这行当水深得很，死签活解，全凭真本事。你看清楚，这货不对版，胡说八道，我这都是好货，我把玻璃墙买了，成交，这个价我要了。这里的焦虑浓度远超金融街写字楼，正是玄学生意最肥沃的土壤。我背靠竹椅，静静地待第一个有缘人上来。师傅，求个签，多少钱？先做50块，童叟不弃。测什么？测货。我借了高利贷，刚盘下一批进口纯件兰花，28万本钱全压在9号棚里。这2天我右眼皮狂跳，心慌的要命，就想求个签，看看这批花能不能熬过这星期，顺利脱手。先静脱手，先静手。求签前手上别沾杂气。自己看。水漫金山，啥意思？要发大水？上下皆坎，坎为水，重险叠加。这解出来就一句话：你那批兰花会遭灭顶水灾，纯是被淹死。淹？开什么玩笑！我那9号棚是全封闭电脑智能温室，外头下刀子，里面干干爽爽，28万的真金白银啊！师傅，你别拿这话唬我。问你个事儿，你那温室顶上是不是装了一排自动喷吸管？有啊，那是雾化加湿系统，定时给兰花喷水雾的。水灾不在天上，就在你头顶的管子里。坎卦主险，而且是内险，这叫防不胜防。水漏不是因为下雨，是你自家的管道系统要崩。这没道理啊！上个月刚做过维保，上个月的维保能管一辈子？现在马上给你棚里工人打电话，让他搬梯子上去，查顶部喷丝系统的主压力阀，只查阀门，别的不用管。老张，别干活了，赶紧搬梯子爬到9号棚顶，梯子爬到9号棚顶上，查一下喷丝系统的主阀门。少废话，让你看你就看。老板，主阀门外壳裂了，一条20公亿长的大口子，里头全生锈了，螺丝都在掉。我手一碰，整个阀门都在哆嗦。这玩意儿眼看就要报废！关总长，赶紧把水断了！师傅，您这签准的邪门了。签准不准不在我，全是你自己摇出来的定数。我不过是个翻译，照本宣科而已。师傅，大恩大德，今天要是没您这卦，我这货一回，高利贷能逼得我们一家4口跳江。好了好了，阀门坏了就去换，
这钱别省，买正规大厂的，顺便找人把整个官网做个压力测试，别留下隐患。流言这东西向来是越传越离谱，等传到第5个人耳朵里，版本已经进化成了活神仙掐指一算，9号棚的水管当场吓得裂开。小师傅，我求个签。坐，你也坐。不用，我站着。站着好，省得坐一块好，省得坐一块给我添堵。测什么？测姻缘。这日子没法过了，我们正闹分居，我搬去女儿家都6天了，我就想问问，我跟这个老奸高这辈子是不是纯纯的来还债的？净手闭眼，脑子里想你要问的事儿。摇，地雷复卦，签文7个字：枯木逢春犹在发。卦象平平无奇，但破局的阵眼全在那个犹字上。说的是你们这段关系，表面上看着干透了，叶子都掉光了，但底下的根没死透。意思是只要火候到了，这老树照样能抽新芽。大妈刚才那股子要吃人的火气散了不少，站在旁边的大爷2只手在背后死死绞在一起。复卦最底下还藏着一点没灭的火种。接下来我问个事儿，你们照实说。阿姨，你搬走的第1天晚上，你老伴儿是不是熬了一锅东西，搁在了你们卧室的床头柜上？大妈愣住了，眼底满是错愕。旁边的大爷整个后背瞬间绷得笔直。你咋知道的？熬的是药吧，治关节疼的那种。你这膝盖一到阴雨天就遭罪，这事儿他比你上心。你搬走那晚，他死要面子活受罪，拉不下脸打电话求你回来，放了一整夜，晚上接着熬新的，就这么连着熬了6天。话音刚落，大妈的眼眶就红透了，老爷直接把脸扭到一边，连脖子根都憋成了猪肝色。签上写的明明白白，一阳复始。你老伴全身上下就属嘴最硬，但手里的把活1天没落下。大妈低着头，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你个死老头子，你熬了药干嘛当哑巴？嚷嚷啥？你不是卷铺盖走了吗？我还厚着老脸去女儿家给你送药，我这老脸还要不要了？脸，你跟你的老脸过一辈子去！老2口就这么当街吵了起来，嗓门拔得老高，可话里话外的坚冰早就化成了水。还有，膝盖疼去正规3甲医院挂个号。夕阳下，老2口互相搀扶着慢悠悠地走去，就差最后临门一脚了。老板，求个签，10万火急。别急，慢慢说。下午2点半，有个1000万级的园林大标要开标，这项目我死磕了3个月，报价已经扒到底库了。可对手是本地的地头蛇园林公司，人家早跟甲方在酒桌上称兄道弟了。这标我今天到底能不能撕下来？老规矩，净手闭眼摇。大壮卦上级签，66卦里绝对能排进前5。大壮卦上级，势不可挡。这标你绝对吃得下，但有一个前提条件。什么条件？大壮卦最忌手数2端，你只要怂半秒，这气运当场就得散。现在回去把资料全部备齐，下午准点杀进会场，该拿下的直接拿下。男人此刻眼底的惬意被彻底点燃成了狠劲。师傅，我信你这把。男人抽出300块大钞拍在桌上，扭头狂奔，冲出遮阳棚时险些跟拉发财树的板车撞个满怀。我靠在竹椅上，目送那道白衬衫的背影杀向园区大楼。下午2点半，开标时间到，我的视线越过重重货车，锁死了园区大楼的玻璃大门。那是一张通知书，我远远看着，眼底浮起笑意。系统提示：求签3卦任务圆满完成。这门活签死解的玄学手艺，彻底被我白嫖到手，融会贯通。收了，打道回府。各位叔叔阿姨，我跟你们讲，这个药绝非一般的药，高血压、冠心病、早期的肿瘤细胞，一颗下去全给你清扫干净，别的地方你买不到。我这是从瑞国实验室直接带回来的纳米靶向因子，专门修复人体受损细胞。药瓶里装着10几颗红色颗粒，颜色均匀的过分。胎主胸口别着名牌，上面印着高级纳米医学研究员几个字。大爷，您真是有眼光，这一瓶15颗，1天1颗，半个月1个疗程，吃完您再来找我，保管您血压降到正常值，走路都带风。等一下。药贩子喊出2000块这个数字的时间是下午2点17分，他站的位置在我西南方坤位，时间外卦方位内卦，土生金被泄得元气尽失，这瓶子里全是土性废料，全靠一张嘴把老百姓兜里的真金白银泄个干净。大爷，先别走，7成面粉2成灰，剩下1蒸工业水，吃不死人也救不了命。这是什么东西啊？你算老几，在这妖言惑众？这是最新的纳米科技，全球独家专利，你懂什么？一个小屁孩来砸我场子，你谁呀你？我一个路过的热心市民罢了。2000块钱买一瓶面粉丸子，成本不到2块钱，利润率1000倍，比我江峰算命赚的都狠。你别走，这药要是真的，咱们验一验，赢了我赔你1万，当众给你道歉。验什么验？我这是量子纳米级别的配方，你们那些医院的破机器根本检测不了。大爷，这药您先别急着带走，虽然吃进肚子里啥事儿也没有，但也治不了您的病。你说的是真的？我写的配方如果跟化验结果对不上，我赔你10倍的钱。这500块算我买您1颗药，剩下的算检验费。您拿着这颗药丸和钱过马路，挂检验科的号，跟大夫说做一个家族的物质光谱分析，有初步结果就行。拿到单子直接回来。万一人家的药是真的呢？真的，他紧张什么？你看那狗东西腿都在抖了。哎
你放手！你这是故意伤害！我要报警！报吧，我帮你拨。结论：送检样品经初步检验，小麦占比约68%至72%，未检出任何已知药用活性成分，食用色素加香精，没有药用成分。你这混蛋，这白大褂上穿着不热吗？把刚刚的2000块钱交出来，还给这位大爷！我上礼拜还买了2瓶呢，我的4000块！打他，堵住他，别让他跑！警察同志们，这里有人卖假药，把大家都骗了，你们快来处理一下吧！走快点，磨磨蹭蹭的。你带上你那些破烂东西，赶紧搬出去！我跟小辉月底就要办酒席了，房子还得重新收拾。你是算命的是吧？来，你给我评评理。小伙子，算卦50块钱一次，先给钱后说事。行，50就50，你给我看看，这个老鬼不是我亲爹。看见没有？白纸黑字，无血缘关系。怪不得我没见过我妈，我肯定是被她拐走的。我跟我亲生父母骨肉分离了20多年，还骗我说我妈出国就没回来了。就是死老头拐了别人的孩子养大，现在又想赖在我们的婚房里不走，吃我们的喝我们不走，吃我们的喝我们的，凭什么？你要还有点脸皮就自觉点，带上你那些破烂卷铺盖滚出去。小辉，爸真的不是人贩子。别叫我小辉，你不配。小伙子，你淡定。淡什么定？你看完了就给句话，他到底是不是人贩子，还是说你就是个江湖骗子？别急，我慢慢给你看。只有慢慢看你的面相，才能帮你看看这件事里头到底埋了多少你不知道的东西。这份鉴定结果没问题，他确实不是你亲爹。听见没有？算命的都说了，你不是我爹。我这就报警，人贩子判起来着。但你先别急着报警，因为你的父母宫在25年前就已经彻底塌了。你什么意思？意思很简单。相学上，眉骨往上到发地线这一段叫日月角，管的就是父母缘分。你这片区域的气色不是正常的淡薄，是从根子上枯死的。你亲爹亲妈在你满月后不久就已经不在这世上了。老人这反应比刚才被冤枉时激烈多了。你命犯孤辰，男女宫干瘪，纹路枯朽，几十年来没有婚配对象，也注定这辈子不会有亲生骨肉。你一个注定无儿无女的光棍，却养了一个跟你毫无血缘关系的孩子整整25年，为什么？我就是捡的，路边捡的。大爷，你骗外人可以，骗你养了25年的儿子也可以，但你骗不了我这双眼睛。你跟这孩子之间的因果牵绊，不是路边随手捡的那种浅薄缘分。大爷，你养了他25年，他满月前后到底出了什么事，你比谁都清楚。你要是再说路边捡的，我就只能把你面相上剩下的东西全拆出来。但那些话从我嘴里说出来，不如从你嘴里说。车祸，小辉他爸妈出车祸走的。他妈在救护车上就没撑住，他爸送到医院不久也没了，就小辉活下来了。他妈把他护在怀里，拿自己的命换的。你认识我爸妈？你爸是我战友，出事那天在医院。你在医院见了战友最后一面，答应了他生前最后的托付，他恳求你照顾这孩子。你看他的手，这双手干了一辈子重活，至少20年以上的高强度体力劳动。他的孤并不是娶不到，而是他选择一个人扛着，不愿意辜负你亲生父亲，所以他一直担着。就是到学校门口给我买1箱牛奶，我嫌丢人不让他来学校门口，他就放在传达室让门卫代转。冬天他在工地上站一整天回来，手指冻得裂口子，我看见了也没问过一句。那件外套我上小学那年他就穿这件了，我还笑过他。不是买不起新的，是省下来的每一分钱都花在你身上了。我怕他知道了他该多心疼啊！他那时候才满月，什么都不懂。你爸的遗物、部队的合影，还有你妈的照片，我全存着在床底下那个绿箱子里。25年一样都没丢，你啊，该好好反省反省了。爸，我错了，我不是人。别磕了，地上凉。我不怨你，爸从来不怨你。希望你以后知道该怎么做。没必要感谢我，回去开那个铁皮箱子，把你爸存了25年的东西好好看一遍。